大家好，又是我了。东南亚巡游的第二站，我来到曼谷。这次待在曼谷跟以往一样，还是把曼谷当成前往东南亚其他国家的转机城市，提前和一些朋友见面，蹭个饭。只是这次会把昭披耶河的交通船当作邮轮来搭，提前去郑王庙走走，跟大家说说郑王庙里面没有郑王，以及具有华人血统的塔辛大帝郑昭是如何影响泰国对华的移民政策，以及影响泰国华人的身份认同。这次会先搭曼谷捷运到 BTS 塔克新站，然后转搭昭披耶河上的交通船，从 Central Pier 往北搭，想在昭披耶河上看两岸的风景，尤其是想知道从河上看大皇宫和郑王庙是什么模样。这次从 Central Pier 往北搭，原本是想搭局线一票到底到 N30，但天气太热会让人意志不坚定，所以我搭到 N15 铁尾站的时候就往南搭。N8是真王庙，N9是大皇宫与玉佛寺，刚好一来一往都看一遍。去程时搭局线，票价很便宜，回程就看有什么船就搭什么，票价也不会贵到哪里去。我往北搭的行程是坐在右边，在河上看大皇宫是长怎样。我们这里就10倍速巡航吧，顺便说个昭披耶河这个名字的小故事。在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的欧洲人，对于亚洲的理解也是有些误会，比如说把昭披耶河称作为湄南河，是因为泰国人把昭披耶河称为湄南 Chao Phraya，湄南的翻译就是河，所以翻译成中文是河昭披耶的意思。他人家把名字放在后面，结果你欧洲人只把第一个字湄南当河的名字，就整个很大的误会。由于太接近河面，大皇宫前面又有许多建筑物挡住，基本上只能看到大皇宫的屋檐。接下来我从 N15 铁尾站往南搭往郑王庙，一样10倍速快速巡航路。这次没有座位可以挑，所以画面不太好看，建议还是耐心地搭到最末站再往回搭吧。英国海洋小说家康拉德在小说中的描述，一位厂长在昭披耶河上巡航时只看到大皇宫，但这趟实际的经验，我个人觉得郑王庙才是比较容易被看到的地标。就算把位在河边、把大皇宫和玉佛寺挡住的民宅都拆掉，郑王庙的3阶佛塔还是非常突出。我想只是为了讲出一个更有气质的地标吧。我们现在来到了郑王庙。进郑王庙之前，先来简单说一下这座庙的历史。这座庙原本名字叫 Wat Mako，吞武里王朝国王郑昭原本想在这里盖新的首都，于是搭船巡游到这里考察。抵达后刚好是黎明时分，于是日后就改名为黎明寺。我们一直叫它郑王庙，但寺内并没有纪念或供奉郑昭。黎明寺的南边确实有一座郑王宫，也叫做郑王寺或郑王庙。但这座庙又刚好位在军事区域里，所以对外封闭是不能参观的。黎明寺的佛塔大概在大成王朝约18世纪中期开始盖，一直盖到1809年才完工。泰国境内最大规模的佛塔，正中央的主塔高度有一个说法是80到86公尺，可能是起算基准点的不同吧。主塔四周又有4座陪塔，主塔周边有4条非常陡的阶梯往上连接，包含底层，总共有4层楼。游客只能在底层至2楼间环绕一周。每层楼都有精致的石雕和石龛，各自讲不同的故事。大家可以去维基百科看故事内容。整座主塔加北塔都非常的雄伟对称，不管是拍大景或人像，很容易拍出美美的照片。接下来，影像会环绕着佛塔，我要开始讲一些关于郑昭、华人移民和身份认同的故事。郑昭是吞武里王朝第一也是唯一的君主，是泰国历史上的5大帝。这5大帝包括了素可泰王朝的兰甘亨大帝。兰甘亨大帝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发明了泰文。阿瑜陀耶王朝也叫做大成王朝的那里宣。吞武里王朝郑昭，他把缅甸赶出泰国，堪称民族英雄。
曼谷王朝拉玛四世，他是开放国门、西化、加速国家现代化，最后也是曼谷王朝的拉玛五世朱拉隆功，也是他把原本泰北部用的兰纳王朝纳入泰国领土。在这五大帝中，郑昭是第一位具有华人血统的泰国帝王。郑昭对于泰国华人移民的态度，持续影响到后来泰国政府对于华人移民的政策方向。由于郑昭是中国潮汕的移民，所以在他治国期间，对于家乡移民政策十分宽容。他的大臣来自于潮汕，甚至有传说他低调赏赐由潮汕来的乡亲们。宽容的移民政策造成一波华人的移民潮。后来又经历了很多朝代，清末的中国颁布了属人主义的国籍法，让在泰国的华人有严重的双重国籍问题，也就是到底要效忠谁的问题。这让泰国皇室有点不开心，打乱了他们一贯包容且同化的移民政策。阿马六世也就搞了一个属地主义的国籍法，所以有阵子也会出现所谓的排华。关于排华，我在试水的影片我也会讲一些印尼华人身份认同与排华的黑历史。后来，泰国对华人的移民政策仍然依循着宽容且同化的方向，导致泰国华人十分低调的存在。他们接受泰国历史和语言的教育，但多少人在身上可以找到属于中国的标识，比如说中文的名字、家谱、历代传承的商号名称等等。讲到这边，天气实在太热了，我要搭船离开。在昭披耶河上巡航其实很热，但风力可以去除掉不少暑气，但饭店冷气还是最棒的。在回程的交通船上，讲一点历史的八卦做结束。影片一样10倍速巡航哦。相传郑昭在被政变推翻时，依泰国的习俗，国王的血是不能留在地上，于是郑昭被装在麻布袋里，用檀香木杖敲击头部而死。当郑昭被装在麻布袋里被活活打死的时候，发下了诅咒说：夺我王位者，十世而亡。而现在太皇就是刚好拉玛十世，但这只是民间传说，信不信由你。最后，影片来一段快转版的 Icon Siam 购物中心的水幕光雕秀，概念很棒，只是现场光害很多，看不到光雕的内容，并且水幕被强风吹散，搞得我一身湿，这倒是挺消暑的。我的下一站是印尼雅加达，我们就雅加达见喽。เฉกเช่นเดียวกับความเชื่อเรื่องพญานาคสัตว์วิเศษที่อยู่ในกระแสน้ำมาของโบราณกาลจนปัจจุบัน